世界上有这么个国家，别人自研火箭都是追求航天自主性，这个国家不一样，搞自己的火箭就只为了争口气。法国不再自己研制火箭，是因为单凭自己很难做大做强，而他呢，既是因为自己的火箭买不起，又是因为找美国爸爸更有性价比。这个国家就是戴英，他唯一自研的运载火箭就是黑剑号。迄今为止，多数能发射卫星的国家第一型运载火箭都不是单纯的运载火箭，不是用弹道导弹改的，就是用探空火箭改的。英国是一个异类，黑剑号虽然使用了不少弹道导弹的工程技术，但总体设计是全新的。时间回到上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提出了一个方案，内容是用自研的小型运载火箭把一个约144公斤的载荷送入近地轨道。这是英国第一个自己发射卫星的计划，但是这并不是英国研制的第一颗卫星。早在1962年，英国的第一颗卫星阿瑞尔1号用美国的雷神德尔塔火箭发射成功。这颗卫星准确来说是英美联合研制的，但是方案由英国提出，研制工作也由英国主导，所以一般算作英国卫星。回到正题，皇家航空研究院的计划在1964年获得通过，但是同年10月份，工党成为议会多数党，英国政府为了缩减开支，暂停了这个计划。2年后，英国政府同意继续执行计划，但是要求把轨道级发射的次数从5次减到3次。第一次发射预计在1968年进行。火箭的主要承包商是 Sounders-Roy， 该公司曾经研发过黑骑士火箭。黑骑士是一种2级火箭，一级装一台伽马系列的4式发动机，属于 B 式蒸汽发生器循环，使用 85% 的过氧化氢和煤油作为燃料。所有的过氧化氢都催化分解成水蒸气和氧气的混合气体，吹动涡轮泵后送进燃烧室和煤油混合燃烧。这样的发动机虽然燃烧室温度没那么高，但是燃气平均分子量更小，于是伽马发动机的比冲略高于同时期的多数煤油机，密度比冲更是暴杀液氧煤油。2级是一个普通的自旋稳定固体火箭。黑骑士是用来测试蓝纹中程导弹弹头的亚轨道火箭，也可以把10几公斤的载荷送入近地轨道。黑骑士一共发射了22次，全部成功，可靠性极高。不过黑骑士的运力距离144公斤的目标太过遥远，至少得大改，甚至要研制新型号。Sounders-Roy 公司和皇家航空研究院提出了多个火箭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黑骑士的基础上捆绑2个固体助推器，再多加2级火箭。第二个方案是1级直径从 0.19 米扩大到 1.37 米，并换装更强大的固体上面级。第三个方案是换装氢氧上面级。第四个方案是在蓝纹中程导弹的助推器上面加一个黑骑士，叫做黑王子。第5个方案是研制新型号，也就是后来的黑剑号火箭。另外还有一个欧洲多国联合的欧罗巴号工程，是在蓝纹的基础上加装法国2级和德国3级，并有选装的4级。这是英国单凭自身造不出来的高轨火箭。前2个方案运力还是达不到要求，于是被淘汰。第3个方案太贵了，也被淘汰。第4个方案也很烧钱，蓝纹导弹的助推器还使用了新发动机，可靠性难以保证。一开始英国希望英联邦国家一起造出黑王子，但是其他国家都不愿意出钱。欧罗巴号火箭研发完成了，但是英国在数次发射失败后失去信心，退出了该项目。于是黑剑号成为了最后的赢家。黑剑号高13米，直径2米，起飞全重 18.13 吨，220公里近地轨道运力为135公斤，基本达到指标。火箭1级装一台8燃烧式的伽马系列发动机，2级是一台2燃烧式的伽马，3级是一个新研制的自旋稳定固体上面级。火箭1、2级之间使用冷分离，整流罩在2级飞行段分离。2级关机后
2级火箭的 RCS 启动，负责滑行段的姿态控制。滑行段即将结束时，2级的6个起旋火箭让火箭以每分钟180转的转速旋转，然后2、3级分离，10秒钟后3级点火，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为了节省经费，简化研发过程，火箭的1、2级制作工艺、发动机和整个火箭的制导系统全部继承自黑骑士，就连火箭的总师和副总师都是直接从黑骑士项目调来的。黑箭的研发工作分包给了多个单位， Sounders-Roy 公司自己研制1、2级结构，1、2级发动机由布里斯托尔西德利公司负责，3级结构分包给布里斯托尔宇航喷气公司。但是固体推进剂由于其特殊性，是英国炸药研究和发展中心负责的。黑箭号还预留了改进的空间，它的1级直径被故意设计成和蓝纹中程导弹相同，预设未来可以换上蓝纹的助推器，也就是欧罗巴号火箭的第1级。如果还需要进一步增大运力，甚至可以把欧罗巴号的前2级都拿过来使用。同时，如果法国负责的欧罗巴号2级不能按时完成研发，黑箭的1级也可以顶上去。接着我们来讲讲与火箭同步研发的卫星。按照计划，黑箭号的主要载荷是帕克号，卫星重量66公斤，是一颗技术试验和科学卫星。卫星是一个50面体，主要的任务是验证通信卫星新技术，探测近地空间的微小物体。卫星上搭载的科研载荷只有一台微流星计数器，剩下与任务有关的载荷就是新的电源分系统和遥测分系统。卫星的研制工作分包给了马克尼公司和英国飞机公司，一共造出了1颗初样、1个质量模拟器和2颗正样。此外，2家公司还用卫星的备件制造了1颗简易的卫星。黑箭号一共制造了5发火箭，计划先用假的3级和卫星的质量模拟器进行测试，然后发射简易卫星，最后才发射帕克号。5发火箭的1、2级都涂成白色，整流罩却是红色的，于是这些黑箭号多了个名字——口红。黑箭号和英国的探空火箭导弹都是在澳大利亚的伍莫拉发射场发射的。1969年6月28日，第1发火箭点火起飞。平日里可靠的伽马发动机突然出现了故障，从起飞的那一瞬间开始，发动机喷管就不受控制的摆动，导致火箭一开始就在来回滚转。为了保护发射台，地面人员没有马上引爆火箭，火箭继续飞行约1分钟后，姿态发散，并出现小规模的解体，发动机也熄火了。此时火箭已经远离发射场，地面人员通过遥控让火箭自毁。发射失败后，测试队将已经在澳大利亚的第2发火箭送回英国，改进了1级推力矢量控制的问题。随后在1970年3月4日再次进行亚轨道试飞，圆满成功。第3发火箭带上了真正的3级和那颗用备件拼凑成的简易卫星，在1970年9月2日离开了发射台。发动机没再出现问题，但是2级的增压管路在飞行段快结束时出现了泄漏，于是2级发动机提前关机。3级火箭点火后，卫星依然没有达到入轨速度，发射失败了。此时火箭团队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了，2次发射失败让不少民众开始质疑自研火箭的意义，项目预算也处于缩减的边缘。如果剩下2次都没发射成功，黑箭项目大概率会被取消，英国就会成为唯一一个自研火箭却没成功发射过卫星，还不再继续研制火箭的国家，被全世界笑话。于是在改进2级增压系统又重新检查火箭没有其他缺陷后，第4发火箭在1971年3月进入了发射场，顶着下议院在7月决定终止项目的压力，终于在10月28日将帕克号卫星送入近地点534公里、远地点1314公里、倾角 82.04 度的近地轨道。英国在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和中国之后，
成为了第6个能自己发射卫星的国家。虽然3级发动机在星舰分离时未能关机，撞掉了卫星的一根天线，但是卫星工作没受影响，完成了所有既定任务。刚才我们提到1971年7月，英国下议院出于对黑舰可靠性的不信任以及缩减开支的需要，终止了黑舰项目。之所以第4发黑舰能在10月发射，是因为它早就运到了发射场，多少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帕克号卫星后来又改名为 Prospero 号，大概是希望后人能把英国航天业做大做强吧。不过最后一发火箭和备份的正阳星此时还在英国，强行送到澳大利亚发射已经不可能，于是火箭和卫星都进了伦敦科技馆，成为它的镇馆之宝。后来黑舰号的1级残骸也被找到，成为英国一个公园的展品。英国在那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低轨小卫星，本来黑舰也可以完成这些发射任务，但是英国政府发现美国的火箭更便宜，再加上黑舰的项目前不久已经被终止，朝令夕改毕竟不是好文明，于是这些卫星后来都坐着美国火箭上了天。至于更大的火箭，英国本来就没法独自研发，欧罗巴号火箭发射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功，于是英国再也不和其他欧洲国家合作研制火箭，彻底抱上了美国的大腿。既然美国火箭又好又便宜，为什么还要自己造呢？英国再也没研制过火箭，黑舰号成为了日不落帝国的绝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航天知识和资讯，请访问图中网址。这里是卫星百科，我们下期再见。